最近 YouTube 发生了一件大事，震惊了所有的博主，是发生在2大博主之间的奇葩恩怨情仇。本来我不是很想做这个八卦视频的，但是百大博主搬运一姐坐拥3400万粉丝的 Sniper Wolf Social Blade 上面显示全美排名第35名。大家好，是我。今天我们要看一些我在 TikTok 上看到的发明。他的道歉词有被网友扒出说应该是用 ChatGPT 写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研究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是不是用了 AI 来道歉，如果是的话，用了什么样的提示词来做公关，这对正在做博主或以后想要做博主或者是帮博主做公关的人还有吃瓜群众都是一期非常有价值的视频，所以记得一定要看到最后。事情的起因是因为这一位博主叫做 JacksFilm， 我们就叫他杰克大哥。他的这一支做蛋白粉的视频呢，是在无数的平台被人家搬运，都是超过1000万的流量。他自己做了一个 Excel sheet 来总结了一下，他被搬运的流量一共是6000多万。这6000多万的流量，如果是在油管上面拿广告费的话，是105000。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反对视频搬运的人，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受害者。杰克是有接近500万的粉丝的，而搬运一姐为什么叫她搬运一姐呢？因为她几乎是所有的视频就是拿别人的视频做一些惊讶的表情，自己做一些评价，然后再加一些特效。大概估算了一下，她的频道有3000多支视频都是做的这种反应视频，所以她这个量非常的大，但是制作非常容易。我们也来试一试。你给你的孩子最好的礼物，那是一个泡泡枪，这些绝对疯狂。好吧，忘了孩子们吧，我买这个给自己。你看到泡沫的数量了吗？就像是一个泡泡的机关枪，他们也继续前进。你知道我是怎么长大的吗？1瓶泡泡水用完，然后你可以一次吹一个泡泡，这不需要我呼吸，也不需要我进行人类牺牲。按下红发起一次，泡泡比我吹得多100倍，有点二极都。孩子们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其实做反应视频对于博主来说是非常容易的，我们只需要看着别人的视频做出一些反应，稍微配一些你自己的想法，就可以出一支视频。其实我们做博主的都知道，从一个故事大纲到你拍摄到剪辑到上架，这整个过程非常的耗时。我1个礼拜最多可能也就做2条视频，但是如果是做反应视频的话，就等于说是拿着别人完成好的内容作为自己的内容，然后发布到网上，等于说是剽窃。这也是很多内容创作者对他不满一个很大的原因。虽然我们自己看得很爽，但是他的确是利用别人的内容来为他自己谋利。那冲突的本质其实是搬运的头部搬运一姐和反搬运的头部杰克大哥他们之间的一个斗争。发生了什么事呢？让杰克大哥自己来讲述一下。昨晚，大型 YouTuber Sniper Wolf 在我家外面录制了一段视频，然后发布到他的560万个 Instagram 粉丝中，挑衅我称让我们像成年人一样谈谈。在我在 YouTube 上的17年里，从来没有人来到我家里以模糊的方式威胁过我。Sniper Wolf 需要被下架。在这个确切的时刻，他从一个简单的内容窃贼变成了一个节律和跟踪他的批评者的人。谢谢所有联系我们的人，我们没事，主要是感到受到侵犯。我们在自己的家中不再感到安全。他一直在跟踪我，并将我们的家法布给他庞大的观众。这是多么令人讨厌的滥用权力。杰克的这个声明也引起了非常大的关注度，11天的时间就有400多万的流量，同时间也引起了各大新闻的报道，包括 Forbes、NBC、Game Rant、Time Magazine、Business Insider， 已经造成了所有的内容创作者的极度的关注。那网上有一位博主又坐不住了，他直接去问了油管的技术人员，如果有人在 YouTube 上面说我的坏话，我就去他的家把他的地址给晒出来发在网上，让所有订阅我的人都知道他家住在哪里。那这样的事情你们允许吗？油管当时的回应是这个你们自己解决，我们不管。然后这个博主还是不死心，就问他说，这个不是违规的吗？
技术人员回答，这个我们管不了。整个博主圈在 X 上面就直接炸锅了。加州这件事情的确是违反了法律的，但是油管选择不管，选择纵容，很多 memes 就跑出来了，都是在说这件事，然后搞到油管不得不做出一个反应。那终于呢，油管是在前2天发了一个帖说 OK 我们已经把它给 cancel 了，就是 demonetize， 但是它频道还在，但是它只是说是 temporary monetization suspension， 也就是暂时把它的盈利的能力给停止了。但是大家突然又发现不对哦，他为什么说 both sides， 就是两方的行为都不是 YouTube 想要的？下面的网友又不干了，因为 Jacksfilm 没有任何做错的地方，他只是为这些被偷了内容的人声援。虽然他是在取笑模仿 Sniper Wolf 搬运一姐，但是他每一条视频的下面都把被剽窃的原创作者的原始链接把它发出来，所以大家下面又是骂声一片。那搬运一姐这么会做视频的人，他没有做视频来道歉，而是选择在 X 上面发了一段文字。先听听他说了什么吧。首先我要对我最近的行为表示抱歉，这是不可原谅的。我对 Jacksfilm、YouTube 整个创作者社区以及我的粉丝感到抱歉，因为我没有成为适当解决冲突的更好榜样。Jacksfilm， 虽然我们意见不一致，也存在分歧，但我很抱歉我的反应。我本应该借此机会向年轻创作者展示成年人和专业人士如何通过直接尊重的沟通来解决冲突，以及应该是私下沟通，不是为了流量或内容，而是应该如何解决冲突的有意义的例子。我会直接与您联系，希望我们能找到一些时间进行联系和沟通，相互尊重。我还要感谢 YouTube 让我承担责任，这是我应得的。尊重这个决定，并珍惜从真正的判断失误中学习和成长的机会。大家有没有觉得他这个回应有点机械，有点 AI 的感觉？我又看到有一个 Reddit 上面的网友说，他用一个提示词，就是这么长的提示词 ChatGPT 给他生成的道歉信跟搬运一姐所说的非常的像，然后我大概读了一遍，的确真的非常的像。但是它到底是不是 AI 生成，我们还是要利用起 AI 工具。于是我就回到这个帖子这边，把它所有的道歉信选中，用我之前介绍过的工具 CopyLeaks AI Content Detector， 它居然是人类写的。其实我有一点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他在之前在发生了 doxing， 也就是他人肉曝光了杰克大哥的家庭住址之后，第2天他还发了一张 Instagram 的图，上面写着 We show up to your house, what you doing？ 意思就是说我们是去了你家，你在干嘛？感觉有点威胁的意思了。这个简直就是太诡异了，我看了都觉得有点发毛。关键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做错了，而且是违法了，一点悔过跟道歉的意思都没有。我觉得这也是他真实的想法。在我看过他几条帖之后，我非常的肯定这个道歉信应该不是他本人写的，因为他发的所有的 X 只有一句话，不会超过2行字儿。他只有在回应 Jacksfilm 的时候用到了第3行字儿，但是其他所有内容全部都是1行。所以我比较肯定的就是这封道歉信不是他本人写的几率高达80%-90%，就连他离婚的帖也就1行字儿，包括他的 cosplay 到2022年1年以前所有的帖都不会超过2行字儿，几乎全是 one liner。 那我亲自试了一下，用网友给出的这个提示词 ChatGPT 生成了一封信，而且让 ChatGPT 列一下这封信的重点到底是什么。首先要承认错误，再来就是理解影响，第3个就是要尊重 YouTube 的决定，第4是向杰克哥私下道歉，第5是学习和自我提升，第6是感激和希望。那我又把搬运一姐的道歉信让 ChatGPT 列出重点，结果惊人的相似，它的这些重点几乎是一模一样。首先承认错误，第2
向受影响各方面道歉；第3，关于冲突解决的反思；第4，纠正的意图；第5，感谢 YouTube；第6，认识到学习机会。我已经把搬运一姐的道歉声明，还有道歉声明里面的重点和 AI 道歉声明里面的重点呢，都列在了本期笔记里面，大家可以互相对比一下。所以我高度怀疑写这个道歉信的人，不管是谁啦，他一定是有用 AI 列重点，他需要点到什么内容的。再来还有个问题，这个道歉信可能会是谁写的？第一个，莉亚本人，这个几率呢不是说没有，但是我觉得稍微有点低。第二，莉亚的粉丝，这个呢也不是说没有，但是如果是纯粉丝的话，可能这个几率也不高。第三，莉亚团队的工作人员，我觉得这个几率还是蛮高的。那这些工作人员大概率是用了 AI 来列重点，然后用人手写出来的。第四，就是 YouTube 的工作人员，那毕竟这个莉亚是 YouTube 的一个百大博主，她也是 YouTube 的脸面呢，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是莉亚的团队工作人员加上 YouTube 的工作人员联合帮她写出来的一篇道歉信，这只是我的猜测啊。那再来呢，就是我们如果遇到这个问题要写道歉信的话，我们的步骤应该怎么做？第一个就是先用提示词让 AI 先写出来，然后把这一封信的重点列出来，再找真人按照列出的大纲用人手写出来。那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一定要用 AI detector 检查一下它是不是 human text， 是不是人写出来的。如果你被检查出来是 AI 写的，那就很尴尬了，所以一定要做这件事情，避免翻车。那这件事情其实还在进一步的发酵中，那未来会发生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油管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它的反应会对所有的内容创作者影响深远。首先能不能搬运这件事情就是灰色的地带，其实我觉得给一小部分片段，然后让大家知道说哦这个视频的存在在哪里找，我觉得这样是 OK 的，因为它不影响原创作者的收入，甚至是帮助这个原创作者。但是如果是整条视频原封不动的把它搬到自己的频道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是搬运，就是抄袭。而且搬运一姐做的事情我觉得就是违法，因为他不应该去到这么大的博主家外面，然后把整个地址都公开出来放到 Google 上面，这是非常明显违反了所有的道德底线。我觉得 YouTube 是可以给他机会，但是不能纵容这样子的事情再发生，所以他一定要有相对应的处罚。整个频道拿掉呢倒不至于，但是真的一定要给他相对应的处罚，就这个肯定是有官司在的，以后我们可能会知道说这个案件的发展会是怎么样的。那 Jacksfilm 他的地位呢，其实就是如果按粉丝量来说，他的地位跟老高是不相上下的。你就想象如果老高家的地址被公布到网上，那不是这简直就大家都炸了锅，可能就跑过去拍照，不单只是会影响到这个博主，而且还可能影响到他们的邻居。那听说现在 Jacksfilm 跟他太太是很狼狈的在打包行李赶紧要搬家，其实这件事情造成最大的伤害是 Jacksfilm 跟他的家人。但是很奇葩的就是 Sniper Wolf 还在不断的上传视频，看到每一天都有一条新的视频，虽然他被 demonetize 了，就是说不能赚钱了，但他一样还是有其他的收入来源。其实我们做博主的都知道啊， YouTube 的广告费对于中小博主来说呢，真的是不足以养家的，这个数字小到你根本都觉得说连去麦当劳打份工都会比油管给你的收入来的要高。只有做到头部流量大的博主，他的这个收入才有可能是比较可观的。这种行为不负责任，最糟糕的情况下是非常危险的。YouTube 需要采取行动，如果不惩罚这种行为，就会树立可怕的先例。要你有庞大的观众群体，就可以公开曝光和跟踪批评者。如果他真的想和我交谈，他本可以通过其他很多方式来实现。但有一件事你不做，你不会去别人家里，也不会在别人家中出现，这是无法逾越的界限。来到黑键的网页，登录之后呢，在左侧有一个 Video Translate， 点它一下，在这个地方把你要翻译的视频上传，选一下你想要翻译成什么语言，在这里我选 Mandarin， 就是国语，然后点 Translate this video， 它是会耗掉我一些时长的，我就点 Submit， 5分钟之后我再回来。家中无人，应干不安。多于 Sniper Wolf， 我妻子现在安全感
所以 YouTube 请做正确的事情，无气化粉丝群的人不应再次立足，即使是像他那样的